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懒人包子的做法，不用和面，还不用擀皮，皮薄馅大，而且做法还非常的简单，保证你一看就会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把嫩豆角，放入开水里面给它焯一下水。这里需要把豆角煮至8分熟，大概煮2到3分钟，然后给它捞出来，放到凉水里面过一下凉水。焯过豆角的水也不要倒掉，放入一把泡发好的木耳，把木耳煮至3分钟。煮好之后给它控干水分，捞出来放到豆角里面过一下凉水。再来准备一把胡萝卜干，用凉水给它泡一下，如果没有胡萝卜干也可以用新鲜的胡萝卜代替。然后再把豆角控干水分放到案板上切成小丁，我们尽量给它切得碎一点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把木耳也控干水分给它切碎，也不用切得太碎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把泡好的胡萝卜干也控干水分给它切碎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把提前泡发好的粉条，用刀给它切碎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为了更加好吃，再来准备3块香干，给它切成细条，再改刀切成小丁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1块过年吃剩下的腊肉，先切成薄片，如果没有腊肉也可以用五花肉。腊肉需要提前给它煮熟煮透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然后再改刀切成小丁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然后起锅把油烧热，油热之后把腊肉倒进来炒一炒。腊肉炒过之后颜色变得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味道也更香了。炒香之后加入葱姜蒜末继续翻炒，炒出香味，然后把胡萝卜加进来翻炒均匀。胡萝卜一定要用油炒过，才能激发出它的营养。再把香干加进来炒一炒，把香干炒软之后再把切好的豆角加进来，粉条也加进来，继续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关火啦，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盐，1勺鸡汁，适量的蚝油，然后把切好的木耳也加进来，把所有的食材和调料翻拌均匀。翻拌均匀之后再给它盛到大碗里面，把馅料放凉备用。馅料放凉之后取出一碟饺子皮，像这样7、8张为一组，然后用手把边缘捏得薄一点，边缘捏薄之后再把中间也捏得薄一点，让它变得更大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取出1张饺子皮，放上我们做好的馅料，再用自己喜欢的手法给它包起来，像这样我们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包子就做好啦。做好之后放到笼屉里面，水烧开之后开水上锅，大火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0分钟。时间到之后不用焖，直接打开盖子，哇，好香啊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，表皮晶剔透的，里面的馅料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一大锅简简单单的包子就做好啦。它的表皮非常的劲道好吃，里面的馅料也是非常的丰富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，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很多朋友蒸包子的时候都是提前发面，其实那样做是不对的。今天给大家分享正确的做法，保证你蒸出来的包子个个雪白，蓬松暄软，而且还不塌陷。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个正经的鸡蛋打入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
搅散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再来准备半颗包菜，改刀切成细丝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一个去皮的胡萝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细丝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然后起锅加入少许油，油热之后把鸡蛋液慢慢的倒进来，趁鸡蛋没凝固的时候用筷子快速的搅散，把它炒成鸡蛋花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先盛出来装入碗中备用。锅中加入少许油，油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八角和花椒，开小火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再把它们捞出来，不要。然后把包菜倒进来，把胡萝卜丝也倒进来，翻炒均匀，把它们炒软，不用炒得太熟。炒软之后再把鸡蛋倒进来，有条件的加一点泡好的粉条会更好吃。再加入葱姜，一勺盐，一勺鸡精，一勺胡椒粉，然后翻炒均匀，炒至所有的食材入味。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加一把干辣椒，再加入适量的小磨香油，翻炒均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加入4克酵母粉，5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，加入100克30度左右的温水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把白糖和酵母粉搅拌至融化。搅匀之后在碗里面倒了一个鸡蛋清，再次搅拌均匀，把鸡蛋清搅散。搅匀之后少量多次的加入400克面粉里面，一边倒一边用筷子搅拌，把它搅拌成面絮状。我们在和面的时候，酵母粉一定要提前给它化开，这样可以快速的激发出酵母的活性，使我们的面发得又快又均匀。搅拌成面絮状之后，再加入5克猪油，然后下手给它揉成面团。加入猪油可以让我们蒸出来的包子皮更加的洁白透亮，而且吃起来更加的香甜。把它揉成一个偏硬一点的面团。俗话说得好，软面饺子，硬面包子。包子面我们一定要给它和得硬一点，这样我们包出来的包子不仅好看，而且吃起来更加的劲道暄软。面揉好之后不用发面，直接放到案板上继续给它揉，就像洗衣服一样上下的来回揉搓，一直给它揉至表面光滑，大概揉5分钟左右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面团，像这样非常的光滑细腻就可以啦。然后直接给它搓成长条，搓好之后给它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然后取出第一个剂子揉一揉，给它整理成圆形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所有的剂子全部整理好之后，面板上撒一点干面粉，把第一个整理好的剂子先取出来，把它擀成包子皮。擀包子皮的时候，我们尽量多撒一点干面粉，把它擀成中间厚边缘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再把刚调好的包菜馅放进来，这个包菜馅一定要放凉了之后再包进来，然后像这样捏住一边，慢慢的给它收口，尾巴处一定要给它捏紧了，然后再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像这样我们一个包子生坯就做好啦。所有的生坯做好之后，把它均匀的摆放在蒸屉上面，2个包子中间要留有足够的空间，这样在醒发的时候就不会粘连在一起。然后盖上盖子，不用开火，醒发20分钟左右，把它醒发至1.5倍大。20分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像这样变得白白胖胖的，而且拿起来轻飘飘的，就醒发好啦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大火蒸20分钟。时间到之后不要马上打开，关火再焖5分钟。5分钟之后我们再打开看一下，打开的时候不要一次性打开，先轻轻的放一点气出来，这样可以预防包子遇见外面的冷空气而塌陷。我们这样一点点放气，
当里面的气放得差不多的时候，然后把盖子迅速打开。哇，这个包子个个都是白白胖胖的，个个都是圆鼓鼓的，没有塌陷也没有破皮，蓬松暄软，好看又好吃。这个馅料也是非常的鲜嫩多汁，全素的，吃多了也不会长肉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